越南有这样一条隧道，工程停摆无数次，专家边研究边挖，投资4亿多，最后用了1年时间才建成。这就是越南南北高速公路的安腾武隧道。为啥安腾武隧道遇到那么多困难，越南人都非挖不可？1年的建设时间算长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安腾武隧道是越南南北高速公路第2长的隧道，位于越南义安省，2022年开工，于2023年10月14日成功通车。也就是说，安腾武隧道的工期只有1年左右。要知道，就算是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，也很少有1年就能完工的隧道。是越南掌握了什么基建秘籍，挖得太快了吗？事实上并非如此，不是施工团队挖得快，而是安腾武隧道太短，全长只有 1.13 公里。这么一看，其实安腾武隧道的修建速度是很慢的，不过要是看了修建过程，也就能理解了。安腾武隧道的整个修建过程可以说堪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，历经9981难。作为越南南北高速公路的组成项目之一，该隧道为了能长久投入使用，在设计之初就花费了很长时间用于敲定开发计划。确定计划之后，也随之对加固方面进行了选择，最终决定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材料。该隧道整体由2条管道组成，每条管道都有近14米的宽度，可供3辆车同时通行。管道之间的间隔也并不遥远，中心距离仅45米。在隧道修建方面，建设方决定将右侧管道作为1期的动工目标。一开始，施工方就使用混凝土进行了隧道衬砌，随后又修建了临时道路作为避难通道。而这2项计划的实施，也代表着隧道的正式动工。安腾武隧道从设计阶段就是由越南本国人自主操作的，所以本国民众也十分关注。不仅如此，由于安腾武隧道是南北高速公路中最为困难的一节建造工程，而公路又是该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建设计划，所以隧道会引起众多关注也是无可厚非的。越南投资4亿多，用1年时间建成全长 1.13 公里的安腾武隧道。为何1公里的隧道建造要投入4亿的成本？事实上，安腾武隧道的修建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开工不久，施工人员就发现隧道内存在着岩石风化以及隧道漏水的情况。为此，施工方经历了多次停工，并且在邀请地质专家探求问题根源后，才重新对隧道进行了临时的返修与加固，让施工回到了如期的开发计划之中。然而，即使施工人员对于隧道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及时的反应，但由于隧道内风化强烈、岩石破碎的情况实在太过严重，在开发过程中还是不断的面临着意外的情况发生。就在2022年11月，施工人员甚至发现了隧道内存在地下水流动的现象，而由于隧道内岩石已经脆弱不堪，为了避免隧道坍塌导致人员受损，工程再一次停摆了。在此后的研究中，专业人士还发现了隧道已经发生了部分的位移，由于问题已经超过了正常程度，所以施工方停止了所有建设工作，开始向地质学界寻求帮助。在经过一系列的再勘察后，专业人员做出了这些决定：其一，在隧道内开口钻孔，将流动水进行初步的排放；其二，增加混凝土的填充厚度，用于加固隧道的薄弱区域；其三，不仅仅是隧道侧壁要进行加工，隧道的拱顶也需要安装钢结构，而且在结构间还要注意水泥，最终实现对隧道整体的巩固。而在具体施工中，建设方还在改进方法里加入了对钢格栅的间距改变，他们将之前的工程计划改成了如今的50厘米间距建造计划。不仅如此，还需要安装毛栓来加隔钢格栅。最终完善的加固为隧道的开发提供了安全基础，但为了防止再出现问题，建设方又邀请相关地质部门进行了全面的地质评估。经过多次研讨之后，他们认定工程还需要增加岩毛长度、钢格栅数量以及增加混凝土厚度。在此之后，还需要布置钢筋，稳定通道结构。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工程实施，历经10个月的改建，终于让安腾武隧道能够正常的进入到开发计划之中。如此看来，为了让安腾武隧道能够长久地投入到安全使用当中，建设方投入了难以想象的人力、物力以及财力。可以说，越南为了该隧道的成功落地而投入的4亿成本，完完全全花费在了工程建设之中。虽然从成本投入方面来看是不划算的，但由于该条隧道是由越南人自主打造的，所以从另一方面来看，隧道的完美完工也代表着国家制造业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具有着深远的意义及影响。
开山隧道的开发计划能抄作业吗？作为基建狂魔的我国，在建设隧道过程中有遇到过难以比拟的困难吗？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？说起我国的隧道开发，不得不提的就是近年来山阳隧道的贯通。该条隧道位于云南境内，全长近13.4公里，隧道开发需要穿过6条山区断层碎裂地带。那么该条隧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工的呢？其实早在2008年，我国就开始了建设计划，期间一度经历隧道坍塌、涌水等地质灾害。在14年的长期建造过程中，该条隧道总计遭受到了多达700余次的地质灾难。总的来说，山阳隧道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了这几类开发难点。其一，隧道边围的岩石软碎，这种地质会导致隧道的加固非常困难，而在加固过程中，施工人员也容易遇到涌水的意外情况。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，山阳隧道内涌水量最高峰时甚至达到了3.8万立方米。其二，特殊的地形也对隧道开发有着恶劣影响。随着隧道的开发，越深入隧道内部的电子信号就会越衰弱，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也会逐渐降低，而湿度则会越来越高。异常的高湿度、高温度以及低氧的环境对于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会形成极大的威胁。其三，由于山阳隧道是山间隧道，而该隧道的开发点又与山顶足足有1公里的距离，因此隧道的开发过程中会不断受到地应令的作用，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达到每平方米2000吨的压力，所以用于加固隧道的拱架就非常容易发生损耗。等到山阳隧道完工后，全隧道累计更换的拱架甚至达到了3000米以上，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隧道材料损耗。总体而言，隧道的开发在各国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，而由于受到了各种不同地质地貌以及气候的影响，在开发过程中其实遇到的意外情况也会不同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相互吸取经验。可以说，我国能够成为基建狂魔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足够努力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愿意从他国吸取开发建设的经验，并有足够的信心将这种经验应用到自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之中。在工程建设方面，自身通过努力形成的强大实力才是别人认同的原因，而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被称为基建狂魔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务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